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8月13日新闻头条：400公斤浓缩铀未受损。巴国恐怖分子称建国无望。与南苏丹谈加沙移民计划。联合国下调加沙饥荒标准。国防部官方消息，以总参谋长批准加沙行动核心构想。以色列总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上将今日主持讨论，批准了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行动计划的主要构想。总参谋部论坛辛贝特代表及多名指挥官出席会议。会议回顾了以军迄今的行动，包括昨日在泽图恩地区展开的袭击，并根据政治层指示提出并批准了下一步行动核心方案。扎米尔强调提升部队动员预备役的能力与战备，同时确保为后续任务提供休整时间。以防长回应与总参谋长争议。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表示，依法由其负责批准上校及以上军官的任命，总参谋长仅负责推荐。他批评有人在反政府顾问的推动下，试图改变长期沿用的程序，损害了为国家安全奉献的军官，并敦促批评者反思任职期间的建设失误和监督不足。内塔尼亚胡谈伊朗核问题。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400公斤浓缩铀未受损，我们正与华盛顿密切监控此事，并对伊朗可能试图重建其核计划保持高度戒备。快速恢复制裁机制。金融时报报道，英法德3国已正式致函联合国，若伊朗不重启核谈判，将启动涵盖多国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并对与伊朗贸易的第三方实施2级制裁。伊朗此前曾威胁，若发生此事将采取极端回应。伊高官访问黎巴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最高领袖高级顾问阿里拉里贾尼抵达贝鲁特，受到大量真主党人员迎接。他在访问黎巴嫩前曾赴伊拉克，试图保住亲伊朗民兵在美国施压解除武装下的力量。德黑兰导弹试射。伊朗首都德黑兰居民报告称，昨晚至少看到3枚不明飞行物升空，疑似导弹试射。白宫谈加沙协议。白宫发言人称，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以结束加沙的战争。我们向哈马斯提供了许多灵活的提议，但哈马斯并未同意。加沙指挥官被捕。根据来自加沙的报道，11日，一支乔装的以色列部队在戴尔巴拉赫抓获了一名巴勒斯坦男性伊斯梅尔·阿卜杜勒·卡里姆哈塔布，并将其带去审讯。随后，部队在该地区进行了密集空袭。以军消灭伪装恐怖分子。以色列国防军证实，上周在对加沙的针对性空袭中，消灭了5名冒充国际人道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工作人员的武装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使用印有世界中央厨房标志的车辆，并穿着黄色背心，企图通过伪装成人道援助人员来规避打击，同时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事件发生在戴尔巴拉赫附近，以军发现可疑车辆及附近武装人员，在确认威胁后，空军实施打击，5名恐怖分子全部被消灭。以色列政府活动协调局加沙地区联络处联系了世界中央厨房，以核实涉事车辆合法性，并确认该车辆及相关人员均与其无关，并强烈谴责任何冒充人道组织的行为。世界中央厨房表示，此类冒充危及平民与援助人员安全，其团队安全是首要任务。以军强调，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常借人道援助行动从事军事活动，破坏加沙平民福祉。以色列将持续与国际援助机构合作，防止滥用并保护真正的人道任务。南加沙汗尤尼斯行动。据来自加沙的消息称，
以军在南加沙汗尤尼斯实施空袭，并在地面有计划地引爆建筑物。开罗停火预谈。哈马斯昨晚正式宣布，由哈利勒·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已抵达开罗，与埃及高级官员展开加沙停火谈判前的准备会谈。联合国下调加沙饥荒判定标准。华盛顿自由灯塔披露，联合国秘密修改冲突地区饥荒定义标准，以便宣布加沙出现饥荒。在7月29日发布的综合粮食安全阶段分类报告中，联合国将饥荒判定所需的儿童营养不良比例从 30% 降至 15%， 比其他冲突地区标准降低了 50%。 加沙移民计划。据参与谈判的6名消息人士向美联社透露，以色列正在与南苏丹进行讨论，探讨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重新安置到该东非国家的可能性。这是以色列为缓解来自加沙的大规模移民压力所做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胡塞多架无人机袭以。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宣称向以色列的海法、内盖夫沙漠、埃拉特和贝尔谢巴发动6次自杀式无人机攻击，并表示行动成功。然而实际上仅1架无人机抵达以色列海岸，并在红海上空被拦截，未触发警报。黎巴嫩定点清除。黎巴嫩报道称，在南部纳库拉发生了以军攻击无人机打击一辆车辆的事件。人质家属全国抗议。支持任何条件下达成协议的人质家周日举行全国性抗议。劳工工会西斯塔德鲁特已宣布他们不会参与，但各大学和高科技论坛宣布将派出他们的人参与。以极端正统派征兵抗议。一名来自阿什克伦在光之生命学院学习且3个月前结婚的学生，在向犹太学院委员会查询其身份状态未获答复后，于本古里安机场被捕。与此同时，哈雷迪人士在关押2名因逃避兵役而被定罪、服刑不足1个月的极端正统派人员的10号军事监狱外举行集会。以军驻外交与防务委员会代表表示，本招募年度预计将征召约2940名极端正统派新兵，这一数字高于外界所知的1800人，但仍远低于目标的4800人，无法满足军队需求。8国恐怖分子称建国无望。在协议中获释的恐怖分子扎卡里亚·祖贝迪表示，作为恐怖分子活动人士、剧院导演及囚犯，他的人生如今毫无意义。没有任何事情帮助我们建立巴勒斯坦国，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我们成立了一个剧院，尝试文化抵抗，这带来了什么？我们也尝试了步枪，尝试了开枪，没有解决方案。威兹航空恢复飞以航班。廉价欧洲航空公司威兹航空已重新启动并正在逐步增加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以埃尔比特系统获欧洲军工大单。以色列高科技军工企业埃尔比特系统公司与某欧洲国家签署总额16亿美元合同，供应先进军事装备。以驻海牙大使馆遇袭。3人砸碎了以色列驻海牙大使馆的大门，并在入口处泼洒红色油漆。霍隆理工学院政策引争议。霍隆理工学院被指允许设置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艺术装置，引发争议。天气报告。耶路撒冷和埃拉特出现反季节降雨，同时昨夜以色列创下有史以来最高夜间气温。总结。以军参谋长批准加沙新行动，内塔尼亚胡警惕伊朗核动向，英法德拟恢复制裁。白宫称加沙协议未达成，以军抓获加沙指挥官并消灭伪装恐怖分子。胡塞无人机袭以未果，人质家属抗议。8恐怖分子称建国无望。
埃尔比特获欧洲大单，耶路撒冷和埃拉特降雨创高温。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